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印度洋海底金字塔比文明更古老的真相之一，被全球大洪水抹去的0号文明。人类文明真的只有6000年吗？如果是，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海底都躺着明显不是自然生成的巨大遗迹？而最关键的一片海域，不是大西洋的亚特兰蒂斯，也不是日本的与那国岛，而是印度洋。这里的海底藏着全球研究者不愿公开谈论的一句话，它的年代远远超过我们现行文明能解释的上限。宇哥将带你穿越冰河期、地磁崩塌、全球洪水迷雾，把碎成一地的史前证据重新拼起来。你会看到海底确实存在巨型阶梯结构，与天文对齐的古代建筑模式在全球同步。全球洪水神话背后可能是同一场地球巨变，印度洋可能是0号文明的核心区域，那个文明消失不是偶然，而是被抹去。最后我们将问，这是一场自然灾难，还是一场刻意掩盖的文明重置？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来自印度海洋信息中心的一次深海地形扫描，他们发现印度洋海底平台在地震断层扫描中有问题。这次扫描的目的是研究板块活动，但科学家在泰米尔纳德邦外海35公尺深处看见了直线角度达90度，平台似阶梯向上堆站，石板排列规律，边线长达数十公尺，一整片宛如城市外墙的形状。这并不符合海底侵蚀的自然形态。然而研究团队只在1993年海洋信息中心内部报告中写下模糊字眼，它看起来像人工建造的特征。科学界对这类结构非常忌讳，因为它甩下一个大问号，如果它是人工的，那建造者比埃及金字塔早6000年。印度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部门主管巴德里纳拉亚南博士，他在分析泰米尔纳德外海时表示，这些建筑物的基底是一层厚达数十公尺的沉积泥岩，而上方是人工堆砌的石块。这句话代表什么？泥岩是陆上沉积物，上方石块是人工加工，也就是说沉没前它们绝对不在海底，而在陆地上。而依照海底沉积层的年代分析，遗址沉没时间可能近12000年前。如果这是真的，它与一件事情重叠的可怕，那就是新仙女墓期冰河期崩塌约11700年前。这段全球性的灾难相符合，它被科学界视为在过去250万年里最剧烈的气候变化。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海底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在冰河期末期的文明吗？教科书上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大概是这样开始的。最早的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接着是埃及文明，大约公元前3000年，而印度河文明则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兴起。照传统说法，文明的历史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但1994年发现的哥贝克利石阵直接把教科书撕了一半，年代测定是公元前11600年前，这比印度洋遗址的推测年代还接近。不仅如此，哥贝克利石阵拥有巨型 T 型石柱，高度5米，重20吨，动物浮雕，巨石环状排列，天文对齐设计。而最诡异的是，哥贝克利石阵被刻意掩埋，不是被自然掩埋，而是被建造者手动掩埋。为什么？这是与印度洋海底遗址的故事最恐怖的交叉点。宇哥推测，史前有一个文明在冰河期末期掌握巨石科技，这个文明遭遇巨大灾难，他们埋掉自己的知识，剩下的被海洋吞没。印度洋的海底金字塔可能是这个文明的沿海据点。然而我们谈论的不是玄学，而是实打实的科学证据。根据多份重要研究，包括 NOAA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海平面曲线资料、自然杂志期刊冰厚时期海平面上升、科学杂志期刊溶水脉冲 EA 的快速海平面提升，这些权威文献都不约而同指出，大约在11700年到9000年前，全球海平面曾经在短时间内狂飙超过120公尺。这意味着什么？今天位于海底40公尺深处的遗址，在当时其实是沿海平原，是人类最适合定居也最容易发展城市的地带。因此，任何在这个深度发现的大型建筑物都指向一个事实，它们肯定是在海平面上升之前建造的，也就是至少10000年前的产物。可是照教科书说法，那个年代的人类应该还只是拿着石器打磨，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并生活在松散的小部落。然而海底遗址呈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幅图像，巨型石块构成的大型建筑与太阳、月亮
星辰完美对齐的结构。这些结构刻意切割，直角精准的巨大平台，甚至具备城市规模的布局。换句话说，这绝对不是一群原始人能做到的事。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不是听起来很玄的海底传说，而是3个由实际探勘、扫描和正式考古资料支撑的海底巨构证据。这些遗址都位于印度洋，3个区域彼此独立，但却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它们太巨大、太工整、太不应该出现在海底，甚至古老到足以改写人类文明史。第一个证据，印度南端的波姆普哈海底遗址。先从最震撼，也是目前科学界最难否认的一个开始。在印度南端外海深度大约40公尺的位置，考古队在水下发现了好几个结构明确的巨大建筑痕迹，包括直径达到100米级的巨大平台、完整的阶梯式结构、规律堆栈的巨型石块、疑似城墙与入口的遗址痕迹。这些东西看起来更像是沉入海底的城市遗迹，而不是自然沉积物。2002年，印度政府的官方考古部门 ASI 公开讲了一句话，震撼了考古界：波姆普哈海底遗址的年代可能超过9000年，也就是说，它至少比埃及金字塔还早1倍以上。更巧的是，印度古代史诗希拉帕迪卡拉姆早在2000多年前就记录过一句话：这座城市被海洋吞没了。当古文本的描述与现代海洋地质和考古学的扫描结果互相吻合，你就很难再把它当成神话。波姆普哈是目前印度洋海底巨构中最有科学支撑，也最接近古文明城市沉没的直接证据。第二个证据，马尔代夫外海整齐排列的金字塔形海底丘陵。马尔代夫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度假、海滩、蓝天、白沙，但在这片梦幻海域的海底下却藏着另一个谜。多次海底探测与测扫声呐显示，在马尔代夫一带有整排金字塔形的海底丘陵，这些三角形的隆起间距几乎完全一致，分布向刻意排列，边角整齐，呈现阶梯或斜坡，与自然珊瑚礁明显不同。如果只是1-2个，可能是巧合，但当这些结构呈现一整列等距排列，就很难用自然形成代估。海洋研究者提出的推测非常有意思，这些海底金字塔很可能是古代沿海文明的天文观测标记或航海坐标系统。就像古埃及把金字塔对齐猎户座，古玛雅文明用石建筑标记太阳运动，马尔代夫海底的这些三角丘陵有可能是同样的功能，只是它们在冰河期后被海平面暴升淹没了。这些规律的形状与排列方式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不是有一整座沿海文明随着冰河期结束而消失在海底。第三个证据来自斯里兰卡南部海域，这片海底被扫描出一个规模超乎想象的巨大平台，长宽各数百公尺，整片平台极为平坦，外缘呈阶梯式向外延伸，表面有清楚直线与锐角刻痕，多层结构像是人工打造的建筑基座。这些特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与自然地层非常不一致。2008年，斯里兰卡海洋研究院在报告中写下关键一句：平台表面呈现人工切割特征，这不是一般地质学家会轻易讲的话。因为一旦承认人工切割，后面一连串的问题就完全失控了。谁建造的？为什么建在接近海岸线的位置？它沉没之前是从事什么用途？年代又是多少？最麻烦的是，如果这个平台真的是古代人工建造，那它的规模大得惊人，甚至比现代许多城市的公共建筑还要巨大。也因为这样，主流学界对它刻意保持沉默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年代落差巨大的怪物级遗迹。3点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这3个地方相隔遥远，但共有3个共通特征。1，它们都位于40公尺深的海底，刚好是冰河期后海平面极深淹没的高度。2，它们的结构过于工整、巨大、规律，不是自然地形能轻易解释。3，它们的年代推算都超过9000年，甚至逼近12000年，也就是文明史的盲区。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结构真的是人工建造，那建造他们的文明比埃及更早，比苏美尔更古老，甚至有可能完全超出我们目前的文明框架。这就像是一个沉睡在海底的警告，人类文明的故事肯定不止6000年这么短。无独有偶，谈到史前文明最诡异的一点是，世界上彼此毫无接触、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古文明都共同留下了大洪水的故事。这些传说不是零星的，而是大量普遍跨地域的记录。
在印度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大洪水被描绘成一股足以毁灭城市的力量。苏美尔的吉尔加美什史诗则记载，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让整个文明归零。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更详细描述亚特兰提斯沉没的时间，约是11600年前。中国古籍《山海经》里同样记载漫天洪水席卷大地。玛雅文明相信世界曾经历过4次毁灭循环，每一次都与水灾或天象变动相关。连远在澳洲的原住民也有祖灵传说，描述海水侵入并吞没部落土地。这些故事虽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但内容却惊人一致。海水突然急速上升，城市被淹没，文明瞬间消失，少数幸存者逃往高地，他们在高地重新建立文化，称这是一场神明或智者所警告的灾劫。历史学家多半把这些传说视为象征性的神话，但如果把它们拿去与科学的资料比较，你会发现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事实：全球洪水神话的时间与科学界称为融水脉冲 EA 的事件几乎完美重叠，时间大约是在11700年前。那融水脉冲 EA 是什么？那是一段地球史上极端剧烈的变化期，当时冰河突然快速融化，导致全球海平面在短时间内暴升超过20公尺，最终累计上升达120公尺以上。这段时期被科学家视为过去250万年最猛烈的气候巨变之一。换句话说，神话里的人们真的站在海岸线上，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海吞没。而传说中的故事很可能就是上一个文明亲眼见证的历史。如果我们再把这些资料与印度洋海底的巨大金字塔形结构结合起来，就会得到一个更惊人的推论：这些沉睡在海底的巨构很可能正是那场全球性大洪水前由古代沿海文明所建造的城市与祭坛。它们不是幻想，也不是巧合，而是被海平面上升掩埋的真实遗迹。印度洋海底金字塔很可能正是那段失落历史的具体见证，一个文明被海水吞没的瞬间被永远封存在深海之中。当我们把印度洋海底金字塔、海平面暴升、巨石遗址、洪水神话等线索放在一起时，会发现一件惊人的事情：人类文明并不是从6000年前才开始，而是来自一段被淹没、被遗忘却留下痕迹的史前篇章。如果我们尝试勾勒出这个0号文明的轮廓，它大概具备以下特征：首先，他们拥有远超我们想象的大规模石建造技术。哥贝克利实证证明，在11000年前，人类就能竖起重达10几吨的石柱，并且进行精准的排列。这样的技术显然不能用原始部落来解释。其次，这个文明对天文观测有深刻理解，世界多处遗址，包括海底的结构，皆能看到与冬至、日出、春分、猎户座等天体的方向校准。这表示他们拥有高度一致的天体观测传统，甚至可能共享一套宇宙观。再者，这个文明的活动范围显然是以海岸为中心。全球的海底遗址，包括印度洋、日本与那国岛、亚洲东海、欧洲外海，大多集中在现今120公尺深的海底。这个深度完美吻合冰河期结束后海平面极深的高度，也代表这些曾经都是沿海城市。此外，这个文明并非逐渐消失，而像是在同一段时间内被集体抹除。约9000至12000年前，刚好是冰河期末期，地球剧烈升温，冰川瞬间融化，海面暴涨的时期。巨浪摧毁沿海城市，洪水覆盖低地，文明在短短数十年内被完全淹没。但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留下的文明痕迹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碎片式的方式散落在后来的文明里，像是印度河文明的天文象征、苏美尔人的星辰记录、埃及的金字塔技术、玛雅的日历系统、印度洋岛屿的祭祀与航海传统。所有文明都声称知识来自海边、天边，或来自带着神秘力量的异族人。这几乎像是一场大失忆后，也是他们仅存的共同记忆。阴谋的可能性，为什么这些遗址明明存在却被刻意淡化？如果这些海底遗迹如此明显，为什么主流考古学界保持沉默？原因不是学术能力不足，而是现实因素太复杂。一，承认他们的年代会让整部文明史毁于一旦。如果我们承认海底遗址的年代超过1万年，那将意味着文明史的长度要从6000年延长到2万年。教科书全部推翻，文明起源不再是两河流域，而是全球海岸线。巨石文明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共同组源。
这对学界来说是足以摧毁整个体系的地震。二，研究经费不会支持推翻体制的证据，大多数考古研究的经费来自政府、学院、财团，没有人会愿意资助一个能推翻现有教育架构的研究方向。因此，前文明议题长期处于边缘。三，地缘政治阻碍了公开讨论。印度洋是全球最敏感的海域之一，是东大与印度的战略核心，全球石油航线交汇，美国海军的重要区域。没有任何国家会愿意承认这片海域底下可能藏着颠覆文明史的证据。四，学者本身也有职业生涯风险。有地质学家私下说过一句非常真实的话：如果想保住职涯，就不要碰前文明议题，因为一旦触碰到它，你会被视为边缘人物，甚至研究资源会全部消失。当我们把所有线索放在一起，海平面暴升的科学证据，12000年前的全球灾难，洪水神话的同步性，海底遗址的规模，巨石文明的全球出现，天文对齐的共通性，地质记录的升温曲线，以及古文本对沉没城市的描述，你会发现上一个文明并不是虚构，它几乎是被地质与神话共同指认的真实历史。巧合的是，宇哥之前讲过的关于2026年预言中，大家共通点都是气候灾难、地磁混乱、文明崩塌、旧时代结束、新纪元的开始。而印度洋海底金字塔就是这段文明的墓志铭。它的消失不是因为落后，而是因为世界在瞬间变天，气候剧烈崩塌，海平面暴升，地磁混乱，彗星撞击或碎片雨，以及后来世世代代写成神话的民族记忆。他们的后代迁往高地，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大陆讲述着同一个核心故事。我们的祖先来自一座被海吞没的城市。宇哥认为，我们不是第一个文明，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印度洋海底金字塔不是孤立的谜题，它是全球散落的失落文明拼图中最重要的一块。它提醒我们，文明并不是直线发展，而是循环兴衰。海岸线永远是文明最早的舞台，史前人类的能力远超我们刻板印象，眼前的文明也可能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变中消失。真正决定文明命运的不是国力，而是天象。海平面与地球本身的变动，最关键的是人类的历史不是从6000年前开始，而是从我们共同遗忘的某个沉默之日重新开始。当你愿意承认这个可能性，你会发现海底金字塔不是未解之谜，而是人类共同记忆的遗址，文明断层的证据，以及下一次文明转折的预告。所以大家认为我们会走上哪一条时间线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